老板，你看我这块音源值不值10万？江湖救急啊，最好能现在都给我钱。便宜个2、3年也中。我看你这是一块评级如何的造币中长，国内的评级造中卖不到10万吧？搁这盒子看状态不错，来我先看看。状态好得很呐。去年已经有人出10万了。当时我朋友都没舍得卖。你比较专业，客户还多，应该有大钱赚。这个无论做啥生意啊，赚钱要合理才行。你这个造币中长入的是国内公播的盒子，状态确实不错。你看壁面非常干净，而且啊，这还带点底光，字口龙鳞，这都是一流的状态，无可挑剔。你这上来就想卖10万，那就有点离谱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个造中即使入了皮盒，给50分，这也卖不到10万啊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去年我朋友借钱的时候啊，他朋友当着我的面转10万，我朋友都没有卖。别人经常说道听途说为假，眼见为实。现在互联网时代啊，眼见有时候也不一定为真。就你这个造中，他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但是他值不了10万。有没有可能你的朋友给你玩个这样吧，故意找人演戏忽悠你嘞？不会吧？他就借了我5万块钱，还会这么变着法的忽悠我吗？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做。你觉得不会？那为什么能卖10万的银元，他放着不卖，非得去借你那5万块钱呢？你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你都想不明白。借你钱的时候，肯定也给你补低的利息吧？对啊。借5万用半年给我2万的好处费，乖来，因为他这块银元状态实在是太好了，他说了，卖了都买不回来了。状态确实好，卖了很难遇，确实是真的。但是他借你钱用，给你的好处费也太高了，半年给2万的利息，这干啥生意能一下子挣那么多钱？这用脚趾头想想，他这也是准备要忽悠你啊。这块赵总状态再好，恐怕你的本钱啊都很难收了。不会吧？我借给他那5万，有4万都是我朋友了。这我朋友明天急着用钱了呀，我还等着拿银元变现还钱了呀。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啥嘞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你自己的钱借给别人吃点利息，心安理得；再从别人手里边转借，再借给别人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吃高利息的同时啊，你得想着万一翻船了咋办？你拿一块赵忠上来就要10万，就说明你对银元不懂。好在你这个赵忠不假，万一再给你一块假和假币，那你就真的赔得稀里哗啦了。造币中长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是所有玩银元必玩的币种，存世量还是有的，现实中很畅销，但并不是说能上6位数，最起码公播的盒子上不了。你这个赵忠好在哪里吧？就是壁面状态一流，平时确实很少见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，你看全龙鳞，壁面还带底光，尤其是字面这一块底光更全，确实啊可以为银元加分。我告诉你真实的市场价，你可别不相信，现在市场价也就1万3左右。你还真吓着我了。我当时承诺给我朋友的利息都1万了。你要是说明天我这一关咋过呀？那你依我看你就如实相告，毕竟你这也是被忽悠了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先找亲戚去借点钱，先还给那朋友，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。毕竟别人明天也是急用钱，你不能因为你的一时疏忽，对吧，而耽误别人用钱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这亲戚啊，都嫌我没本事。大部分人都看不起我，恐怕给别人也借不来钱。要不先把这个卖了吧？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变现，毕竟这个银元是恁朋友抵押给你了，你借出去5万。你这个还不加利息，你这只变现1万3，里里外外一下子亏3万多。万一以后那朋友再以这个赵忠抵5万的账，你们也说不清楚。我建议啊，你还是拿回去，先放着。别，不拿回去了。实在没有办法了。确实是没有办法了，都给你了。那行吧，那行，我给你多算点。好，麻烦你。俺对象就是一个小抠这送我一块银元让我加工银手镯的，我拿到金店一看，说好像才20多克。一块银元的重量，它就是26.8克。再说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。来，我看啥的银元？不可惜，主要是俺对象家里面多关键是这银子不纯呀，含银量才80%多。这个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基本上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硬。我看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年份。竟然还是一块8年的大头，
我不管是啥年了，关键是我的手粗，加工一只手镯啊得60克，这很明显不够啊。来你这儿的200块钱，我再买一个。200一个现在买不到什么银元，就以你这个8年为例啊，你看这笔面无伤无戳，细看的话，你这个还是8年3倍，因为夹盒面它不是空心眼，圆字下面啊，夹盒上有一点，是一块接上点的板，原汁原味的包浆。200卖的话，你这不是亏了流鼻血吗？我又不卖，今天到找给我钱，我都没有答应他，我就是想加工一对银手镯，不容易变形。用银元加工出来的手镯啊，肯定不容易变形，因为它这里边含了有铜，加工出来的手镯，它这和银元一样硬。你也别说那么多，我给你200块钱啊，已经不少了。20多克的银子都花到将近10块钱一克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按现在的银价来算的，关键是银元固定它就发行了那么多，你看银价卖现在没人卖啊。另外，但凡现在手里边有银元了，他也不缺那200块钱啊。来，我给你理一下啊，这个银元含银量是80%，对，27克的重量提炼下来，银子还不到20克呢。你这账算得很对，银元提纯的话，肯定重量没那么多了。我觉得你这理解力有问题啊！现在金店银手镯，它这个款式那么多，你直接去挑现成的多好。再说你加工手镯还得给人家工会，对吧？款式好看不好看还不知道。哎，我是没200块钱的银元卖给你哈。你这别磨叽半天了，你又不卖给我，那我这个给你吧。你看现在袁大头多少银子？肯定是比着你200的很多倍啊。单按银价算的话啊，26.8克的银子，现在也就是100多块钱。为什么很多人不按银价卖呢？主要是因为这个银元的存世量有限。虽说过去啊，它这个袁大头的发行量大，但是损坏回炉的也多，好品相好状态的更少了。袁大头其实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就这4个年份里边啊，也只有8年最贵。你放平时啊，一块8年至少要换2块以上普通年份的大头。你这个版啊是8年3倍接上点，从夹盒这个地方看是3年的倍，接上点在6点钟方向区分。所以说这个8年袁大头发行量少，但是它这个版是比较多。因为8年这个年份啊，有些含银量它并不是太高，但是看你这个状态啊，倒是原汁原味的，包括前后字口这品相完全是大于通过状态的。仅凭你现在这个品相，我能给你估到4000多块钱，完全没啥问题。4000多？对，我没听错吧？没有。那这卖了可以买一个硬金手镯了。这也太令我喜出望外了。我给4000多了，这个是现在这个8年的行情价。至于你说的硬金手镯，4000左右的话，恐怕是一口价。一口价的首饰啊，它不按黄金重量算。你在购买之前啊，最好做一下这方面的功课，省得到最后啊，你买了不到2、3克的黄金，到时候别再后悔了。一听你这话，好像你什么都懂。对，这幸亏是昨天没有毁坏，不然就给这个黄金失之交臂了。那幸亏是昨天也没毁坏。那毁坏的话，你真的是说实话，银子也就100多块钱了。不管咋说吧，还是你运气好。本来打算是加工银手镯了，结果今天阴差阳错，这就变成换成黄金的了，这挺好的。还是同一块银元，结果呢却给自己一个惊喜。你看这结果咋呢？谢谢老板，还是你比较实在，那就给你留下吧。那行。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，对，我爷爷给我留了几样黄金古董啊，你来帮我看看咋着出手比较划算啊？黄金即使再暴涨，如果你这是古董的话，你千万不能按金价卖。来，我看都是啥的。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总共俺爷都给了俺姐妹仨，就这3样东西啊，你帮我看看哪个贵，我要哪个吧。你这3样东西还都不一样啊，戒指、金锭和银元。如果是真的话，肯定是这个金锭贵一些。看来你是家里边的老小啊，有先挑的份儿啊。我不是老小我是老大。另外那2个妹妹还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提前拿着东西过来估一下价格。但是我看你这3样东西不像是一个人的，区别很大。即使黄金涨的话，你这里边啊按金价卖了只有这个戒指。像这种金锭啊，它是民国的，你看金价卖太亏了。还有另外一块银元，这是一块四川龙样，典型的呀尖角龙，状态还不错，笔面很干净。放心吧，我100%不会要那个银元的。银子便宜的稀里哗啦。这3个东西里面啊，我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个银元。这个银子虽然说便宜，但是和银元没任何关系。你这结论下来不要太早。我看你这里边啊，就这一个金戒指，但是加了呀
很明显，你看戒指底部这已经脱皮了，哎，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褪色了，哎，这钢印打的也不对。它这个999前面它应该标的有租金2个字，看样子这应该是恁爷爷在地摊上买着玩的。家里没关系，把这个戒指送给我小妹。哦，她平常比较憨憨的，我都没看出来，她估计也看不出来真假。那他今天看不出来，以后蛮可以找别人鉴定真假。万一哪一天发现是假的话，你这当姐的这面子也挂不住啊。面子不面子再说吧。哦，我就要那个金锭。哦，你帮忙估一下价吧。这个金锭的话，恐怕也得让你失望了。这个金锭是3两的长条，标准量100多克的3两的重量。我这电子秤给你称一下重量，你自己来看看它这个重量多少吧。本来是100多克的重量，这只有区的49克，足足差了一大半。还有啊，就是黄金的颜色也不对，你看它背面有很多地方都变色了。通过重量和外观啊，只能说这个金锭也是假的。不会吧？这怎么沾上黄金就假呢？是不是过去的黄金不纯啊？不是。那你还是帮我仔细看清楚啊！我已经给你看得很清楚了，因为民国那时候的金锭，它们的含金量并不比现在的黄金差。再说了，你这个看不上了这个银元嘛，首先这个真假就不用看了，这都已经评级如何了。不管给的是多少分啊，但是整体壁面还是不错的。本身这个四川龙啊，在咱们河南就比较少见，而且你这个还是尖角龙。四川龙阳中的3剑客之一，龙阳它这个龙鳞，你看整体没怎么磨损，在这个四川龙里边，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了，壁面非常干净。个人看的话，轻轻松松，4000块钱没啥问题。那听你这鉴定结果的话，看来我只能选这个银元了。其实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个银元。对。为了避免我俩妹妹相中银元，我决定还是把它提前留给你吧。你这东西我没法要。本身你们姊妹仨就是在分家，你把这个真的出手之后，你把这俩假的留给他们俩，这于情于理都行不通啊！再说你这个当姐的也不能太自私，为了这几千块钱让那俩妹要假的，这也太不合适了吧？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但是你这管的有点太宽了，我怀疑这银元是不是假的呀？银元确实是不假，一般像这种盒子币啊，要仔细对比官网，搁着盒子看开门。不像你这另外这个金锭和戒指，这都是一眼假的东西，具体怎么分啊？你们还是回去研究吧，你不要把我再往这个浑水里趟了。哎，对，给拿回去吧。那行，再说吧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手里就剩这块价值几百万的银元了。很无奈。要变换成钱了。哇塞，你这个还是签字版的原相7分连半元。哎呀，听你说这话，如果是实在没钱，你还不打算卖它了？如果我手里有钱的话，我100%肯定不会卖的。这银元卖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很对，银元一旦卖掉，你想再买一模一样的就没了。如果单从价格面来看的话，和我们常见的中元没什么区别。反过来看，这是原相7分连，本身这种中元啊就比较少见，而您的这个还是签字版，就更少见了。英雄时间6摇头。20年前我逛果的时候200块钱就一个老头老先生那买来的。20年前200块钱买这种签字版的中元，实话实说确实是不贵，这好歹是银子，卖破烂也值这个价。看来你是对银元多少懂点啊？确实是懂一点我当时拿起来大拇指食指一夹一吹听响100%确定是银的。你确实是聪明，别人夹着银元听响能吹响，不懂的人认为就是真的，而你听得更刁钻，是不是银子你竟然都能听出来，确实是让人佩服你的听力。没啥可佩服的。我爷爷过去是开银匠炉的小时候经常听他敲银子的声音。我说嘞，原来你这个听力是祖传下来的，但是材质是银的，它不一定就是真币啊，因为在90年往后啊，这个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赝品存在了。绝对不是这不是赝品。农村出来的老先生存不着呢。关键那时候别人开价50万我都没卖。20年前能开50万的价钱，在当时算是天价了。你没卖，只能说明你错过了好时候。我们称这种银元啊是真银假币。20年前啊，那时候银子才1块多钱一克，中元的重量是13.4克，它的成本也不会超过50。淳朴的农村老先生净赚你3倍的利润。
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现在还想着靠到决定扶上了啊！兜里一碗面点钱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没钱吃饭，等会儿中午我请你吃。你靠他绝境逢生太难了。现在玩高端音乐全是盒子币，再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你这个7分脸中原，连我的发言都过不去。你先来看他币面的压力很软，在过去啊，这可是央币啊，央币压力全身大，尤其是胡须和头发。哎，用放大镜看都是一根一根的，而你这个相当于磨平了，因为这种7分脸音源啊，它是对比袁世凯的照片制的版，实物和本人头像啊差距很大，所以当时就没有发行。这种签字版并不常见，常见的都是没有签字的1元面值，中原啊甚至都没有出现过，所以签字版中原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。刚才确实有点惊喜，现在说实话，我这越看越不舒服，包括他这种褒奖，你看都很浮。依我看，你现在也就是变现，最多也就是够吃一顿饭钱。得了吧，你吃啥饭能那么贵？满汉全席啊？没有。少在我面前卖弄确实谈不上，满汉全席那咱也没吃过，因为银元不倒带，所以它这个价值啊就凸显不出来了。依我看，也就当前一个银价而已，银子大盘价6块左右吧，10几克也不过100啊。算了吧，你这眼里也不行。我想卖几百万的啊，你给我100块。对，我闹着玩呢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这银元呢，你等会儿还收起来。这个毕竟好歹也是一块少见的央币。我说请你吃饭就请你吃饭，刚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包涵。我说了也不一定对，具体这个银元怎么样，给你再找高手再研究研究，好吧？吃饭就算了，气都被你气饱了。我怀疑俺朋友送给俺儿子的压岁钱啊是假的啊，说的是黄金，结果硬了摆都摆不动。送给儿子的压岁钱都给黄金了，看来那朋友这还很豪横啊！来，我看啥来？豪横个锤子啊！我感觉这都我吃亏了哦。好歹我给他儿200块钱，这不是赔的窝囊吗？赔钱倒是不至于，你这两个好歹也是2分金和2铢金，正儿八经日本过去的金币，我看成色不假呀。不假？你见过谁家的金子是这个颜色？说黄不黄，说白不白的，而且还硬的捏不动。捏不动就对了，因为这个2分金和2铢金是流通货币，经常在市面上流通。完全用铢金来打造的话，肯定会磨损了不成样子。你看黄不黄，白不白啊？完全是和它这个含金量有关，含金量22%，含银量78%，所以啊才不容易变形。哎，俺这个朋友啊，太装了。在日本发展了那么多年啊，竟然回来一次就送给俺儿子2个假货，真丢人。金币确实是不假，你也不要过分生气。咱们大人之间给孩子的压岁钱啊，都是半斤兑8两。那儿虽然说得到了俩金币，虽说含金量低吧，但好歹也是过去的古董。我感觉啊，能对得起你那200块钱。你也不用嘲笑我。我来你店里之前啊，都去找那收拾店回收了。人家营业员都说了，根本都不是黄金，一桶都硬。这个硬度咱们就不过多了讨论了。你拿着110年前的古董去金店鉴定，只能说啊，你是自取其辱。本身含金量就低，加上它们的重量2个才不到4克，你就是提炼黄金的话，好歹也将近1克的黄金了。现在金价你看都接近500了，卖破烂的话现在也得好几百了，更何况你这俩品相状态整体还都不错，完全啊可以按收藏品先收藏着。咦，我才不收藏嘞，含金量嫩低，让别人知道了都笑话我，不知道了还以为我收藏的是假的嘞。具体怎么着那得看你自己决定了，含金量具体多少啊，其实和收藏没关系。我来给您说一下这个2分金和2铢金的发行背景。它是当时日本为了防止这个黄金外流，特意啊将含金量降为22%了。因为过去是银本位，所以它这个含银量呢为78%，但是它这个本身重量小，含金量低，所以市场啊并不是太认可，这是过去的背景。而你现在也知道，日本钱在咱国内收藏界里边啊，并不是太吃香。很多人不懂它这个含金量是多少，所以一听说是金币，哎，这两眼都放光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嘛，一颗好歹将近500了，按重量对吧？你光金价都接近2000了，基本上很多人买到手之后
一打听含金量就失望了。但是我收藏主要是看它这个存世量了，就像你这俩小金币而言，因为它这个存世量还是挺大的，个人感觉现在也就是大几百块钱的市场价吧。才大几百块钱，对，真是令我太失望了。堂堂身家上几百万的人，竟然送给俺孩子几百块钱的东西。你这说话我都不爱听了。礼尚往来其实讲究一个对等，大几百是它的回收价，市场价可能更贵一点。好歹你也没吃亏啊，相比你出了那200块钱，你这还多赚几百块钱嘞。人家几百万的身家，不可能直接送你多少钱吧？哎，算了，我交友不慎。这俩东西啊，处理给你吧。我以后见了他，我得好好说说的。你这俩东西我还真没法要。不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东西假，而是你这办事的态度不对。朋友对你这么敞亮，你去得了好处也不领情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。建议你啊，还是到别处看看吧。这东西我没法要。不要都算吧。你这报价也不行，金币怎么着不得几千几万的吗？这太少了。好，你去卖高价吧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个币我给国外捡了一个。价值几百万的银元，2夜坐飞机就赶快回来，第一个找到你叫你给我看看。这个银元确实不常见，这个是贵州诸子币，在我们银元界里边啊，堪称发行时间最晚、流通时间最短的这个币种。漂亮。听你这么一说，3万块的机票没有白买啊！这可算找对人了。你先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我看你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。币面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，就是外边的包浆看起来有点浮。这如果对的话，那确实是大几百万的东西。这银元咋会出现在国外嘞？说起来也比较巧，我到国外打工嘛，俺这个老板，他祖父是100年前给他做生意，这块银元都他一直给大家收藏着嘞。其实国外也有很多人玩银元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玩阴阳做阳一样。而你这个组织币，它这个存世量本身就少，如果真是国外有人收藏的话，他们一般也不会便宜卖啊。一般呢，他对别人不会卖，对我都不一样了。我上网一查，几百万之后，果断用了一瓶威士忌加500美刀，轻松拿下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看来国外人也比较喜欢喝酒啊。看来用酒能解决的问题，这都不是问题啊。不过你这个诸子币买回来成本也不低了，500美刀，那就是好几千块钱了。酒钱、机票，再加上你这对吧？接下来的误工费，这恐怕得好几万了吧？这些都是小钱儿。马上几百万都到手了，还在乎这一点啊？如果你这个诸子币是真的啊，这花的钱确实是小钱，但是我看你这块币啊，存在很多问题，可能要给你打破禁了。啥意思啊？你可不要看我大老远回来，借几下我的价。不存在嘞，你不要多想就是了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诸子币贵在哪里哈。你看它这个生产日期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民国38年，也就是贵州解放前夕做出来的最后一款银元，从铸造到停产不到1个月，所以这个诸子币啊，在银元里边属于发行时间最晚、流通时间最短的币种。当时铸造量不到10000枚，大多数都在当时用作发行签字之用了。民间能够遗留下来的少之又少，因为在当时云贵那边有很多人都融了做那个首饰用了，甚至连我这都是第一次见这种裸币。没想到你这还是竟然从国外带回来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都明白过来了这物以稀为贵，我这个诸子币你帮我估个价吧。那确实诸子币比较稀少，但是你这个我并不看好，因为这个币面压力很明显不行。在当时贵州造币厂虽说成立的比较晚，但是它做出来的银元都是精品。你像大家最熟悉的汽车币，那一块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，本身这种银元铸造量并不多，但是你这整体币面压力很软。其他的我也不过多发表意见了，感觉你这个银元材质应该是银的，依我看并不老，所以我这也给不了你具体的价格。给不了价格？对，我可以理解为你买不起是吧？不那我应该上哪里去买？你这个理解错误了，给不了你价钱并不代表别人买不起。像这种银元严格的来说就是属于假币，那个真银假币，就是通过用银子做就出来的东西，恐怕你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无法变现，因为国内因为它本身就没什么价值，所以你这个不是捡漏
你是被别人给捡了你那500美刀和那一瓶威士忌，再加上你这所有的这个费用，算是赔得稀里哗啦。不可能，一定你坚持端。把银元给我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给我看看。好，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看看吧。幸亏俺家传一块300万的老银元啊，不然在广州买房恐怕首付都不够啊。今天路过你这儿来，看你识货不识货。家传一块300万的老银元，看来在广州买房能帮你个大忙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广州那边的房子啊都看好了，准备3月底去广州签合同。要不是着急买房，不然我也不会卖。买房先不要着急，我先打开盒子看看你这个银元，确实是一块老彩的冤大头，这卖不了300万吧？我去年工作都没咋工作，为了这一块银元去北京找了很多专家鉴定估价，最后敲定的都是300万的这个价。你这很明显有点小题大做了。虽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冤大头，你看一下嘉禾这个地方北字开口，然后嘉禾也不一样，包括原相，显得很粗犷。这很明显是一块甘肃版大头，壁面包浆确实漂亮，这种是缓降彩，壁面也是无伤无戳。这给你敲定300万太扯了。你说这话是啥意思？第一，我这个银元摆卖是真的，祖传3代了。第二，专家鉴定了，就是一个好版。你也别激动，这个银元的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这壁面包浆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另外版的话是一块甘肃普通版，你像甘肃3剑客、落叶、曲英、曲壁面，你这都不是。给你估300万的话，这很明显啊，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啊。我都没啥钱了，人家鉴定费才收2-3千块钱而已。如果你能给我300万，给你提个5万8万的不算啥啊。你说这话确实是大方，给你卖300万，提个5万8万的，这都是小钱。但是如果你这个银元卖不到300万，那你给人家2-3千的鉴定费，就显得你这鉴定费太亏了。你想表达啥？你就直说吧。广州那边50平的公寓我还等着11结婚用嘞。我的意思是你对银元不懂，典型的被别人给洗脑了。11结婚用公寓恐怕是用不上了。如果你这个甘肃冤大头像专家真给你能卖掉的话，他肯定为了你那5万8万也帮你找到买家了。你也别磨叽了，主要是北京的专家嘞，他想让我代卖，代卖手续费先交10来万，我没钱。这都对了，说半天北京的专家还是想往你口袋里边的钱。我先来给你讲一讲这个甘肃版冤大头它这个市场价。首先真假是确定没问题，这种环彩确实是甘肃老彩，基本上形成的都是大西北那边的。甘肃版大头和天津版它这个区别很大，基本上我们主要是看源自开口部这里，像天津版不开口，还有嘉禾也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模具是过去咱中国人纯手工雕刻的，显得和别的不一样。你包括背面它这个原相显得也比较粗犷，所以这个版和常见的大头有区别，但它确实是一个小版，存世量也比较大。在甘肃版里边最贵的其实是3剑客、落叶、曲壁面、曲英，很明显你这个都不是，所以说就便宜了。贵就贵在它包浆上面，属于少见的缓降彩包浆，壁面你看无伤无戳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市场价。仅凭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最多给你看到2000块钱。2000？对，你别给我胡扯了你觉得我会卖给你吗？300万比2000差整整1500倍你咋好意思嘞？你别激动，2000和300万确实是错1500倍。我只能说我报的是真实的市场价，而专家给你报了那都是天价，借天价来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你可别执迷不悟。你给他们那2-3千的鉴定费已经远远超过了这块银元的价值，所以奉劝你真想在广州买房的话，确实是置换不了这块银元。你到医院给我吧，指望你这2000块钱呢，还不够我生气的嘞。看来你也不识货。好，不识货，不是。你再转转。专家卖吧。好。来，老板，你帮我看这银元是真是假？这俺老分家给我分的，如果不值5000的话，我就赔了。既然是分家的银元，怎么还质疑上真假嘞？就怕是假嘞。那你把心放到肚子了吧？我粗略的看了看，你这些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。不是假的我就放心了。关键性的问题是值不值5000？如果不值5000的话，我这就算白跑一趟了。价值的话，肯定是远远超过5000嘞。不过我看你这里边全是冤大头，但是整体品相还算可以。
无商无戳，属于通货范畴吧。毕竟数量在这放着嘞，估计得有80块吧。82块，一块不多，一块不少。哦，你一个人分了82块，恁老家真是有钱人啊！哎，得了吧，俺姥姥家穷的叮当响。只不过我是3代单传，不是俺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才不回来嘞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既然大老远的回来了，这又一下子分了82块银元，这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。看来恁姥姥还是比较疼你了呀。我倒是没有感觉到啊，我这次请假扣除全勤奖，将近5000块钱嘞。你看这分了一堆银元，看见伤心。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一堆银元远远不止5000块钱了。你主要是对他们的价值不懂，因为分家也算是大事吧。像你说的这个3代单传，恁姥姥又特别疼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分家回来，对不对？也没白跑一趟。没白跑，我也不高兴了。你也别安慰我了。这4斤多银子也值不了啥钱，毕竟那银元，那银子它也不纯。银子确实是不纯，但银元它不按银价卖啊。现在银元也算无机文物了，况且你这些品相也不差啊。别提了，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俺姥姥给我加工了一块银手镯，到现在发黑了，根本都没有人要。你说的对。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0%多，做出来的首饰又黑又硬，市面上很少有人回收。那是因为银元它不能用铸银，它是流通货币，来回使用摩擦磕碰，你不加入一层铜的话，就很容易变形。还是那句话，现在啊就不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了，你直接按个卖就行了。听你说这些之后，我才敢松一口气。我以为是按旧银子卖嘞，你帮我核算一下值多少钱？哎呀，肯定不能按旧银子卖啊！现在对吧？它不是计划生经济了，市面上的银料它非常充足。这个过去毁坏银元炼银子，那是因为价钱可观。现在银元都是被大家收藏了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银元，它的含银量不足，它是按品相、状态和版来定价的。鉴于你这里边啊，全部都是冤大头，跟船一样，看着也都是最基础的年份。抛开版和其他的不说，就按无商无戳的通货来估价的话，这一个至少是1000块钱一个，82个就相当于你这一次分家分8万2。8万2。对。现在银元都这么值钱了吗？我姥姥不嫌山不漏水的，咋攒那么多银元？咱可能谈不上，应该是以前家传下来的，没舍得卖。你像恁姥姥恐怕得有70、80了吧？今年89了。89岁的高龄，在80几年、90年的时候啊，一块银元能兑10块钱左右。当时卖的话也就几百块钱，加上最近这80年毁坏了，所以这个银元啊是越来越少，自然它这个价格啊，对吧，就上提上来了。毕竟现在家里有银元的在少数，市面上像这种银元也算是供不应求吧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不说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我这次回来是白跑一趟了。白跑倒是不至于，像你们对吧？你是那家的独苗啊，3代单传，肯定姥姥和父母，都希望你常回家看看。不是工作忙吗？得有5、6年没回家了。工作再忙也不能5、6年不回来啊。这个钱啊是永远挣不完的，现在回来也非常方便，高铁、飞机啥都很快。正好你这次分82块银元，也算是给你做一次补偿吧。是嘞，等我卖了，我必须得给老总买点补品，好孝敬他老人家。对，你能这样想就皆大欢喜了。我等会儿呢给你挨个仔细都瞅瞅，看看有带板的给你挑出来，尽量让你利益最大化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没事。好。俺儿媳妇给我一点面子都不留。当着恁那些多人的面他既然说我送着俺孙女的银元是假的，假还真谈不上，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包浆厚了点是真的。儿媳妇不懂事儿，你这大人有大量，当婆婆的别给她一般见识。这顶上弄又画黑又画绿的，他说是我专业能让你的，他还嫌脏，他说都是假的。我知道不是你故意弄让你的。这个银元啊，在存放的过程中，这是它自然生成的包浆，因为你这些大部分都是罐装的，只不过那儿媳妇不懂罢了。我给你再次确认一下，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既然他嫌弃，只能怪他不识货。我是关键给他一个惊喜，他才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。这不比包2000块钱的大红包强吗？那肯定比2000块钱的红包强多了，因为现在银元不便宜。虽说你这都是冤大头，这数量还不少嘞，恐怕得有30来块吧。
本来是30块哦，我给他拿去，他妈又要走一块说他拿到加工店里，给俺孙女加工一袋银手镯。那亲家这叫借花献佛，拿了你的银元去给外孙加工银手镯。虽说这个手镯还是他孙女戴了，但是银元毁坏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过去你看用银元加工银手镯那叫省钱，现在你再去加工银手镯那叫浪费了。说句不好听的呀，你现在把银元卖了，你可以同时买同等重量的好几副手镯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同样都是银子，那你说卖一个管买几袋银手镯，那你也不赔钱了吗？那人家咋可能会赔钱嘞？现在银价是6块钱一颗，一副银手镯你按30克算，加上各种工费，它不会超过300。而一块银元虽然说只有26.8克，但它又不按银价卖，因为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你提炼成铢银也就20来克，才100多块钱的银价。你说100多块钱谁会卖给你嘞？他怎么管卖一块银元，管买几对银手镯嘞？这话管乱吃，这个话可不管乱说呀。我肯定不会在你面前乱说啊，分开卖不就行了吗？就以你这29块袁大头为例，大概都帮你全部过一遍了。虽说里边没有8年和之前的版，但是你这整体品相，还是可以的。最起码壁面也都无伤无挫。虽然说包浆厚了点，但是并不影响咱们整体的价值。直接给你按通货来估的话，29块29000还是有的。那你可没有唬我吧？这没有。这自然这管顶那个钱。对这不是我自作多情了吗？是的他想要2000块钱的红包，这也是管卖几万，我何必给这银元嘞？主要是那儿媳妇对银元不懂，现在的年轻人懂银元的有几个你这冒天的给他拿过去，第一他看不懂真假，看着上面又生绿锈又发黑，他以为是假的嘞。第二，毕竟那儿媳妇才生完孩子，这壁面也不干净，可能有点膈应吧。不过现在你也知道价值了，对吧？你再给他拿过去，你告诉他价值，这绝对对他来说是个大惊喜。等等吧，我不能给他拿去了一个惊喜，给我一个惊吓，也是当着那些多人的面叫我丢人丢大了。还是那儿媳妇年轻，不能给他了。主要是他处理这个事儿没啥经验。因为婆媳之间这种关系你不好处理。既然他不是我，那就对吧？你给他封2000块钱的红包就行了。这些银元呢，你等一会儿还收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对了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，你说太浪费了。对，我得给俺亲戚要过来的，这浪费的都是我的钱呢。那要不要都无所谓了，你可以适当的把价值传达给他，加工不加工完全看他亲家的决定了。毕竟那儿媳妇安排了，别到头来跟那儿媳妇因为这一块银元闹了不愉快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再回来叫我这个29块银元再给我打进去了。对这出了钱还不如好。那是嘞，算了吧。那你看吧，反正这个银元大概值多少钱你也都知道了，具体该怎么办呢？你也衡量一下再下决定。等会儿呢，我给你找点盒子。然后把银元装进来，省得磕着碰着摔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。没事。